现代人几乎离不开智慧型手机，许多人甚至说，我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不能一天没手机。白天上班上学要用手机，晚上临睡前也舍不得放下，经常边充电边滑手机，一不小心就拿着充电的手机睡着了，手机整晚放在床头充电。这样的行为在生活中相当常见，但您知道吗？这些充电习惯其实隐藏着不少风险，不但可能危害手机电池的寿命，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安全事故。那么，究竟是哪些行为在悄悄伤害我们的手机电池，导致电池健康迅速下降呢？很多人抱怨手机用久了，电池不耐用，电池健康度下降得快，怀疑厂商偷工减料，电池品质差。但一位资深维修师傅点出，电池老化过快的元凶往往不是手机厂商，而是我们日常充电时的一些坏习惯。事实上，大多数智慧手机的锂电池在理想条件下约可完成500次左右的完整充放电循环，也就是从 0% 充到 100% 算一次，之后电池容量通常会降至原本的 80% 左右。如果我们每天都习惯将电用到见底才充，1年多就可能达到这个循环极限，电池健康度当然下滑得快。相反，如果能减少不必要的损耗，让每次充电都更温和，避免过度压榨电池，就有望让电池寿命超过2年甚至更久。在充电过程中，有6件事是万万不可做的。如果您一直有以下这些习惯，电池的健康度会迅速下滑，手机电池可能用不了多久就报废。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充电时千万不能做的6件事，以及背后的原因。这些知识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延长电池寿命，保护手机，还能避免一些潜在的危险。每一点都和我们的日常使用息息相关，千万不要错过。首先，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许多人习惯手机不离壳，连充电时也套着厚厚的保护套。然而，手机壳可能影响散热，导致充电时手机温度升高。锂电池最怕的就是高温，温度每升高一点，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就会加剧，加速电池的老化，长时间处于过热状态。不仅电池健康度会快速下降，严重时电池还可能膨胀变形，甚至引发危险。想象一下，我们在为手机加油，也就是在给它充电时，手机本身就会发热。如果再给它穿上一层紧密的保护壳，就好比人在剧烈运动时还穿着厚外套，热量散不出去，身体会受不了。手机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些高阶手机虽然内建了液冷管、石墨散热片等设计，但再好的散热也需要空气流通配合。如果外壳将热量困住，内部再多散热材料也无济于事。尤其是一些散热不佳的厚重壳、皮套，充电时最好暂时拿下来，等充好再装回去，这样能让电池保持在较舒适的温度范围内工作。有些人喜欢睡前把正在充电的手机顺手放在枕头边，甚至压在枕头底下，这其实更加危险。手机被被褥包裹着，热量完全无法散出，可能没多久就烫得拿不住。如果持续过热，电池寿命肯定大幅缩短，还可能引发火灾隐患。此前就有新闻报道，某青少年将充电中的手机放在枕头下，结果手机因过热而起火，所幸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样的教训提醒我们，充电时一定要让手机透气，千万别闷住它。另外，充电时的环境温度也需要留意，最好在室温下给手机充电，避免在过热或过冷的环境中充电。比如盛夏时不要在烈日暴晒下或封闭的车内为手机充电，因为外界高温会让电池更快达到危险温度。另一方面，在寒冬中，如果在接近冰点甚至零下的户外给手机充电，锂电池的化学反应效率会大幅降低，也可能因此受损。厂商通常建议手机在0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的环境下使用和充电，以确保电池表现稳定。简而言之，让手机在舒适的温度中充电，才能充得又安全又养电。顺带一提，无线充电时，手机往往会比有线充电更热一些，因为透过感应线圈传输能量时，会有部分电能转化为热能损耗掉。所以使用无线充电时更要注意散热，要确保手机背面与无线充电板之间没有异物，
不要在充电板上堆放杂物遮挡手机，也尽量避免边充电边玩，以免温度过高伤害电池。总之，保持良好的散热是延长电池寿命的关键之一。充电时把手机壳卸下，将手机放在通风良好的平面上，有助于控制温度，避免电池受到高温伤害。不要小看这个细节，长期坚持会让您的手机电池健康度明显改善。第二，切勿在手湿或环境潮湿的情况下给手机充电，水含电是危险的组合。如果您的手上有水、汗或手机充电线沾有水汽，都不要急着插拔充电器或使用手机。虽然充电头和线材外部通常是绝缘材料，但潮湿的环境可能让水渗入插孔，导致金属触点间出现短路或电火花，轻则损坏充电器或手机电路，重则可能引发触电事故。维修人员常提醒，手湿的时候碰充电器非常危险。有些人洗完澡手还没擦干就去拔手机充电线，可能感到手指被电麻一下，这就是因为水降低了电阻，让微弱的漏电流通过人体。虽然手机充电电压不高，一般在5伏特到20伏特左右，正常情况下不致命，但如果家中接地不良或使用劣质充电设备，仍可能发生更严重的触电意外。不仅是双手，手机充电环境也要保持干燥，千万别在浴室边洗澡边给手机充电，也不要让充电中的手机离水源太近。例如，有人习惯边泡澡边用插着电的手机追剧，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只要一个不小心，手机掉入水中或水花溅入插孔，后果不堪设想。曾有案例中，手机掉进浴缸导致短路，甚至引发使用者触电昏迷，可见其风险之高。另外，如果手机刚好进水或受潮，千万不要立刻拿去充电。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款手机有湿度侦测功能，当充电孔有水时会跳出警告，禁止充电。这是因为潮湿情况下充电，电流可能走错路径，烧毁手机内部元件。正确做法是将手机彻底擦干，静置一段时间，等待充电接口完全干燥后再充电。切记，干燥是安全充电的前提，有水的时候宁可多等，也不要冒险充电。第三，不要长时间给手机充电，特别是整夜插着电源不拔的情况，一定要避免。很多人喜欢睡前把手机插上电源充一整晚，觉得早上起来刚好 100% 很方便，但长时间维持手机处于充电状态，其实对电池并不友善。虽然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充满电后会自动停止进电，不至于像早期那样过度充电一直充到电池爆掉，但是电池并非完全休眠。当电量下降到 99% 或 98% 时，系统还是会再次充电，把它补回 100%， 如此反复，整晚下来，电池经历了多次小规模的充放电循环。锂电池在高电量接近 100% 时，电压较高，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电池内部也会承受较大的压力，这加速了容量的衰减，就好比一根弹簧拉到最紧绷，一直固定着，弹性会很快疲乏。手机电池也是类似的道理，一直维持满电量，会让它的化学活性逐渐降低，久而久之蓄电能力变差。研究显示，锂电池若能保持在中等电量区间，例如 20% 到 80% 之间上下波动，寿命会比较长。有些厂商建议尽量不要长时间维持 100% 满电，最好在电量掉到 20% 到 30% 时就充电，到 80% 到 90% 左右就可以停止，这样能减缓电池的老化速度。因此，每晚充电到 100% 并维持数小时，实际上是在折寿。可能有人会问，手机充满就自动停了，插着不管应该没事吧？理论上，充满后电流的确会减少到几乎零，但如前所述，为了维持 100%， 它仍会间歇性补充电量。此外，充电过程中电池本身会发热，虽然满电后热度下降，但如果一直连接电源，充电器和手机的电路整晚都处于工作状态，也有可能带来安全隐忧。如果电压不稳定或出现突然的电流脉冲，长时间插着电的手机更容易受到影响。事实上，现在不少手机厂牌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采用对策。例如 iPhone 有最佳化电池充电功能，会在夜间先将电池充至约 80% 暂停，
等到快早上起床时再充至 100%， 这正是为了避免电池整晚处于满电状态而损耗。由此可见，整夜插着充电并非无害。如果可以养成白天或傍晚电量低时就适时充电的习惯，不一定要等睡前一次充满，也不要每次都把电池榨干再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延长电池的总体寿命。另外，有一种老观念是新手机第一次充电要充满12小时以上，但这已经不适用于现代锂电池了。现在的手机电池在出厂时通常已经过初步激活，且具有一定电量，首次使用时不需要特意充那么久。充满电后，指示灯亮起或提示 100% 就可以拔掉电源，长时间继续充只会徒增电池压力，并没有额外的好处。第四，充电时请使用原装或认证过的充电器，不要混用劣质充电设备。现在每只智慧型手机通常都有配套的原厂充电器和充电线，它们的规格是专门为该手机设计或测试过的。若贪方便，随意拿别的装置的充电器来用，或者图便宜买来路不明的充电头，都可能暗藏风险。不同充电器在输出电压、电流以及充电协议上可能有所差异。原厂或经过安全认证的充电器能够提供稳定的电流和电压，并具备过充、过热保护。而一些便宜的劣质充电器，由于缺乏完善的保护电路，可能输出不稳定的电压，或在手机已充满时依然继续输出电流，对电池造成不必要的压力。长期使用这类充电器，电池健康度往往会加速下滑。更严重的是，劣质充电器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过去就曾有因使用非原厂充电器导致手机爆炸或起火的案例。一些山寨充电头用料低劣，缺少隔离保护，使用时容易过热短路，轻则烧坏手机，重则引发火灾，甚至人身伤害。例如，几年前一起广为人知的事件，一位空服人员因接听正在充电的手机而遭电击上身。事后调查发现，他使用的充电器并非原厂正品，而是品质不良的仿冒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可见充电器的品质有多么重要。因此，给手机充电务必要选择合适的充电器和线材，还要注意充电线材的品质也很重要。如果充电线出现破皮、导线裸露等损坏，一定要及时更换。另外，挑选数据线也应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优质产品。劣质或老化的充电线可能造成短路、过热，对手机和电池安全构成威胁。最佳的选择是使用手机随附的原装充电器和线。如果需要替换或增购，也请购买通过安全认证的大厂牌产品，确保其输出规格与手机相符。不要使用明显廉价劣质、没有品牌保障的充电器。不仅是在家，车用充电器或行动电源也一样要注意品牌和品质，别让一时的大意，为了省几十块钱，反而付出手机报废甚至生命安全的代价。您是否曾边充电边玩手机？前阵子有则新闻，一位年轻人熬夜边充电边打手机游戏，结果手机因过热而起火，所幸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但手机却烧毁了。这听起来是个极端案例，但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充电时使用手机可能埋下危险伏笔。第五，避免在充电时长时间使用手机，尤其是边充电边玩游戏、看影片等高耗电操作。很多人插上充电器后，仍然舍不得放下手机，一边充电一边打游戏、刷剧，觉得这样不浪费时间。但是边充电边使用，其实会让手机处于非常劳累的状态，对电池健康极为不利。原因在于充电本身会让电池发热，而玩游戏、看影片等高耗能操作也会让处理器高速运转，电池放电，双重作用下，手机温度飙升更快。此时电池一边吸收电能一边释放电能，简直是在跟自己拔河。不仅充电效率大大降低，充电时间被拖长，而且多余的能量全部变成热散掉了。长期如此，过高的温度会加速电池老化，电池健康度自然下滑。曾有实验对比长时间边充电边玩与正常待机充电的电池老化情况，结果发现边玩边充的手机在相同时间内完成的充电循环次数不到正常情况的一半，但最终电池容量的损耗幅度却几乎相同。换言之，
边充电边玩时，大量电能被无效耗散掉，电池经历了更少的完整循环，却承受了相近的损耗。这证明了边充边用是一种低效率且伤害电池的充电方式。不仅电池，手机内部的元件也会因过热而受损或加速老化。如果您感觉手机在充电时变得很烫，那就是在警告您它过于劳累了。特别是边充电边玩大型 3D 游戏，长时间开启相机录影等行为，往往几分钟就能把手机烫得手指发热。这种温度对电子元件和电池都是巨大的压力。部分手机甚至会侦测到温度过高而强制降频或暂停充电来避免危险。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真的危害大，手机怎会被逼得启动自我保护呢？此外，充电时使用手机还可能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比如有用户在充电时玩手机，数十分钟后手机忽然黑屏且无法开机，送修后发现是主机板烧毁，推测原因是充电时过度发热导致电路短路故障。也有发生过因边充电边玩导致电池膨胀破裂的案例。虽然这些是极端情况，但谁也不想自己成为那个倒霉的少数。总的来说，充电时应该尽量让手机静置休息，就像人吃饱后需要先休息一下再剧烈运动。如果临时有电话或讯息需要应对，尽量简短处理即可，但不要长时间拿着正在充电的手机做高强度的使用。如果真的非用不可，也建议找个凉爽通风的地方，或给手机配备散热辅助装置，并缩短使用时间，让手机有降温的机会。只有减少边充边用的习惯，才能让电池更轻松地完成充电，寿命更长久。第六，不要在手机充电时接打电话。充电过程中如果有来电，建议先拔掉充电器再接听。这是因为在接通电话的一瞬间，手机的讯号发射功率会突然增大，对电源的需求瞬间飙升。如果此时还连接着充电器，充电电路可能一时间来不及反应，导致电压短暂波动。尽管这个瞬间很短，但仍可能对手机内部元件造成冲击。有维修工程师分享过，他曾发现一些手机的电源管理晶片或充电 IC 被烧毁，而询问使用者得知事发当时正好是在充电时接起电话。可见充电时讲电话造成的电压突变，有可能损害精密的电路元件。另外，一边充电一边讲电话，手机往往会变得很热，因为通话，特别是在讯号不好的时候，手机天线会以最大功率连接基地台，这和玩游戏一样属于高耗电状态。如果长时间边充电边通话，电池和手机都处在高温高负荷，当然容易出问题。更危险的是，万一充电设备有缺陷，充电时接电话可能直接危及人身安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空服员触电事件，就是在充电接电话时发生的。如果充电器或线路漏电，使用者此刻将手机贴近耳侧，人体就成了导电体，后果不堪设想。当然，这属于极端少见的案例，但还是值得警惕。因此，当手机在充电时响起来电，最保险的做法是先断开充电，再接听电话。如果是您主动要拨打电话，也最好先拔掉插头。总之，尽量避免充电与通话同时进行，给手机一个减压的环境，也给自己多一分安全保障。以上6点就是充电时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它们看似简单，却直接关系到您的手机电池寿命和使用安全。回顾一下，让手机充电时保持散热，避免潮湿，不要整晚过度充电，使用安全的充电设备，不要边充边玩，以及充电时尽量别讲电话。只要注意这些细节，您的手机电池健康度一定会维持得更久，手机也能更稳定耐用。智慧型手机的电池就像人的体力一样，用好了可以长长久久，用坏了可能很快就垮掉。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手机电池越用越久，但前提是要用对方法。别忘了，厂商宣传的电池寿命往往是在理想条件下得出的数据。现实中，如果我们不好好爱惜，再好的电池也承受不住摧残，或许未来会出现技术革新，比如耐用度更高的固态电池或石墨烯电池等，能更好地承受各种不良充电习惯。但在目前阶段，我们还是得按照现有电池的游戏规则来，改掉那些伤电池的坏习惯，
养成正确的充电方式，不仅可以省下频繁更换电池的花费，也是在减少电子废弃物，为环境尽一份力。最后提醒大家，不管什么手机，充电时都要多留心，避开上述这些错误行为。只要用心保养，您的手机电池一定会更给力，陪伴您的时间更长。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帮助，让我们一起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让爱机长长久久地服务我们。